福楼的银子已绰绰有余，共得捐银460万两。这么多？湖广总督吴善达捐银18万两。哦，他们家祖上有钱，难得他一片孝心。浙江巡抚长安捐银17万两。他们家道挺殷实，不过也蛮难为他了。河南巡抚苏纪捐银19万两。苏纪也捐了19万两。云南巡抚杨英居捐银18万两。山东巡抚国泰捐银20万两。山西巡抚扶松捐银19万两。四川总督阿里哈捐银16万5千两。安徽巡抚吴之成捐银17万8千两。江南河道学建捐银19万5千两。湖北巡抚李举灿捐银皇上，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。你有什么罪啊？奴才惹皇上不悦了。朕没有不悦。很好，你生财有道，而且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朕要剑拔你。赏银，京官的俸银，一律退还。其余的，封存不动，听候朕的旨意。户部侍郎和珅历练老成，尤善理财，着升为户部尚书，总理国库钱粮，钦此。奴才和珅诚惶诚恐，叩谢圣恩。奴才小福子给主子娘娘请安。得了得了，起来吧。谢主子。有事儿啊？你们几个都先出去吧。是。说吧。回主子娘娘，皇上让奴才传旨，今儿晚上圣驾不过这边来了。是吗？皇上没说点别的？主子别往心里去，别的皇上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有点龙颜不悦。这跟主子不相干。龙颜不悦？皇上为什么生气了？皇上把万福楼的模子给砸了。啊！皇上，该用晚膳了。你怎么了？进来。
别动。也怪不得皇上生气呢。皇额娘85岁寿辰，四海之内都盼着一场天大的欢喜呢。可这些办事儿的就这么蒙混敷衍，全不把差事当回事。这个模子，臣妾早就看不上眼了。皇上砸得好，是该砸。跪安吧。是。小福子，小福子，奴才在，奴才在。朕叫你到钟粹宫传旨，你说什么了？回皇上话，奴才传了皇上旨意，见主子娘娘挺难过的，奴才就多说了2句。你敢节外生枝！啊，奴才知罪。在。打50遍！这皇上饶了奴才吧！皇上饶了奴才吧！主子出事儿了！皇上把小福子打死了！主子，快叫太医！快来人呐！高云松，高云松，奴才在。皇后那边怎么样了？皇上，您别太操劳，一宿都没睡好。正问你话。回皇上，钟粹宫那边传过话来，太医给皇后诊了脉，服了一剂药，这会儿呢，她好多了。臣阿贵恭请皇上圣安。阿贵啊，今天你来那么早啊？皇上，御史前锋上折子了。未参国太吴善达等督抚贪墨事。前锋啊，臣在。你的折子朕看了，你横扫千军，说什么山东、河南、湖广、江浙10个总督、巡抚都是贪官。你有什么实据呢？回皇上，臣只是风闻，至于实据，那是刑部和大理寺的事。只是风闻，就一本参了10个督府，你是不是太率意了呢？皇上，臣之所闻，并非空穴来风。臣的学生沈修儒乃是湖广总督吴善达墓中师也，他亲口对臣说，学生说人家捐了点银子，就一口咬定人家是贪官。皇上，这可是扩清吏治的大事，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呐！朕知道，你跪安吧。皇上，臣是言官，按大清祖制，皇上不能赶臣走。
臣有话说。好，说。皇上将先帝之法改严为宽，平反了几十桩前朝冤案，这的确是上合天意、下顺民心的事。再加上皇上励精图治，才开创了这万民称颂的乾隆盛世。可是，皇上也要看到，以宽为政，容易废弛吏治，滋生贪墨。前锋，你要诽谤君父吗？臣不敢，但臣以为皇上可以免钱粮、轻赋税、停秋决、减刑狱，以显宽仁之志。可是对于贪官墨吏，那是万万不能稍有姑息啊！哦，你还知道朕开创了万民称颂的盛世啊？你眼睛里还有盛世？人家做到了督府，捐了点银子，就非得这样小题大做。皇上，臣这不是小题大做，是皇上避实就虚。他们疑似拿出几十万两银子，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必须查实。如果不查实，这就是放纵贪官。那么朕的罪行还不小了。那你写董狐，写太师简，写司马迁，秉笔直书，用不着来什么春秋笔法，把朕这滔天大罪写进史书，写进大清实录。皇上，严惩贪官，整肃吏治，绝不是前锋一个人的事。如果真要写，就是再多的笔，恐怕也写不完。那你叫他们都写。你做总编撰。皇上，什么事？督察院几十位御史一齐地牌的求见。都叫进来。这好，来事不小。奴才请皇上安。起来吧。奴才不敢起来，奴才有罪，奴才没把太后老佛爷伺候好了。老佛爷昨晚上都在小佛堂诵经，奴才怎么劝都不肯歇着。坐下说话吧。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，跟儿子说嘛。您是上年纪的人了，经不住这样彻夜不眠的打熬啊。坐下。皇上是大清朝的皇帝，可你也是我的儿子啊。如果儿子心里头着急上火，你说为娘的能睡得着吗？
你怎么把小福子给打死了？把小福子给打死了，把皇后给吓病了。你说为娘心里头多凹头啊！坐吧。坐。额娘说的是家事，儿子心里着急的是国事。国事？那我就不能说话了。大清朝有规矩，后宫不得参政。可额娘今儿个跟你说的是家事啊。那也是，这也是家事引起的嘛。和珅送来了一个万福楼的母子，儿子一时火起，把他给劈了。为什么给劈了？是心急上火，就暴躁了。自打这个和珅呢，在邸报上写了一篇文章，那各省的官呢，都派人到京城来捐银子了，捐了400多万两啊！这么些个。山东的国泰捐了20万两，还有各地的督府也都是17、18万两吧。当然，外省有些官儿家道殷实，可这当中肯定有些操守不保的贪官。儿子想到这些，心里就上火。这么说，是额娘委屈你了？不过我还要多一句嘴，你皇阿玛从前过的是穷皇帝的日子，到了你手里头，这天下就富足了。从前也有开捐纳捐的旧例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王丹旺这样的，一开捐就收了700多万两的银子。后来这个和珅啊，又折腾了一下，就又收了400多万两。这是前几朝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！照我看呐，这些个督府们捐个10几20万两银子，皇上就不必放在心上了。这些年呢，惩办了不少贪官，连高恒这样的皇亲国戚也没有放过。可贪官就是不能根除。不过儿子想，这回这些外省官员来捐银子，出手大方，跟王丹旺、陈辉祖是不一样的。他捐在明处，多少还透着一些直率。是，你能这么想呢，额娘就放心了。可御史们不这么想啊。今天前锋上了个折子，一本参了10个督府，还要一体查办。皇帝啊，君为父，臣为子，大清18行省的外任官，全都是皇帝的臣子啊！过来，我倒想起了这么一个事儿来。那个镶黄旗的挥发氏的老祖宗，他们家教严谨，他一共有10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犯了忤逆罪，就让他给撵出去了。可要是这10个儿子都不争气的话，都赶出去，这个家不就垮了吗？是，额娘说的是，如果把10个督府都查办了，那整个不就乱了？对，所以这个事儿不能太急。那个母子啊，批了也好。
额娘要的是一个高兴，不是那座楼。可是像钱枫那样想的还不少。这个楼啊，还是得修，越风光越好。